这次这位美国空军部长说的话呢，看上去有一定的道理。确实在1600公里这个范围内，美军的优势，包括海军的优势、空军的优势，基本上都在逐渐丧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军会因此而躺平。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最近美国空军部长说了这么一句话，接近中国1600公里，美军的优势将尽失。那么这位空军部长是公开认怂了吗？据美国空军时报报道，美国空军部长最近表示，在距离中国1600公里以内，美军的优势正在丧失。他认为中俄正在尝试全球性的空中行动，而美国的空中作战力量优势呢，却正在逐步丧失。这位美国空军部长曾经在宣誓就任的14天之后，向媒体表示要发展能够吓倒中国的武器装备，当时呢信心满满。然而最近呢，他又说出了这种泄气的话。他表达的这些观点是不是做了一个180度的转弯，由威慑变成了认怂，还是通过这种方式向美国国会要钱，以维持其美国空军的战术和技术优势呢？这次这位美国空军部长说的话呢，看上去有一定的道理。确实在1600公里这个范围内，美军的优势，包括海军的优势、空军的优势，基本上都在逐渐丧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军会因此而躺平。那么中国人解放军现在的优势在哪里？明面上看，是我们拥有世界上唯一的中程反舰弹道导弹。当然我们还拥有大量的各种各样不同射程的不同速度的反舰导弹。那么这些武器系统对于阻止美国海军驰援台湾可以起到相当大的作用。那么有了这些武器系统呢，不但能够拦截敌方的航母编队，甚至呢还可以击毁它部署在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上的机场。这是美军目前在战略层面上难以弥补的一块短板。那么这个短板美军现在已经察觉到了，曾经想过很多的办法把这个短板补齐。短板在哪儿呢？就是它的航母战斗群不敢逼近距中国大陆沿海1500公里这么一个范围，因为一旦进入这个圈，那么它难免会遭到我们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反舰武器系统的打击。前些年呢，美军曾经想过一个办法，那就是发展无人驾驶的舰载作战飞行器。因为无人机它的优势呢比较明显，航程远，隐身性能好，当然这是和有人驾驶的舰载战斗机相比的。因为这种平台上呢没有人，可以省出很大的空间来装载油量，因此它的作战半径可以成倍的增长。比如说目前美军的舰载战斗机的最大作战半径也就是1000公里左右，那么如果开发出同等尺寸重量的无人驾驶舰载作战飞机，那么它的作战半径就可以达到2000公里左右了。但是后来随着我们射程更远的反舰弹道导弹的出现，那么这个设想呢基本上就黄了没办法再搞下去。那么能不能再进一步的开发出作战半径3000公里、4000公里的无人驾驶作战飞行器呢？也有可能，但是难度极大，因为航母甲板是有限的，你也搞出一个体积非常庞大的无人驾驶舰载作战飞机，那么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甚至呢难到无法解决的这个地步。那么现在看来呢，开发出航程比较远的无人驾驶舰载作战飞机
目前不可行。那么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这些办法美军正在想。那么美军现在想了几个点子呢？在这里呢，可以给大家罗列一下。一个，他计划发展快速龙计划。那么未来呢，企图用大型的运输机搭载着区域外的巡航导弹对中国大陆的目标呢，或者海上的目标发动攻击。其做法是由运输机的机舱搭载一个大型的托盘，这托盘上呢放着很多的不同射程的导弹，当然是以巡航导弹为主。那么这些巡航导弹射程可以高达2000公里、3000公里，甚至呢4000公里，那么就有可能够到中国大陆的目标了。当然，要想开发出这样的一个新型平台和武器系统，恐怕还是需要有时日的，因为目前为止还没有过多的进行过技术验证。第二，他计划用目前正在研发的 B-21 隐身战略轰炸机部署在中国周边，用它们比较远的航程来突破中国的防空系统，从而呢对纵深目标发动打击。但是 B-21 隐身战略轰炸机个头相对比较小，它的航程目前呢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据，但是有美国媒体透露说，它最大航程大概在8000公里到10000公里这么一个范围。那么它和现役的那些远程战略轰炸机的航程相比，还是差了一截儿。那么即使是它的航程到10000公里，它的作战半径顶多也就是4000公里。4000公里这个范围，如果不把这些战略轰炸机部署在第一岛链或者第二岛链，放在夏威夷，这恐怕航程还是不够的。而即使是放在最远的关岛，这样的作战半径依然是不够的。何况它的起降基地仍然会遭到我们远程弹道导弹的攻击，因此它的生存率依然不能够完全保障。第三个方案呢，就是发展全域作战能力，比如说将未来的高超音速导弹以及分布式杀伤链融合在一起，突出全域作战，实现远程打击和分散作战融合的这么一个目标。这个方案提出来以后呢，美军还没有正式实施，还在进行磨合研究。因为把这些不同的平台分散开来以后，它的互联互通，怎么实现智能化的指挥控制，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第四呢，美军目前还在研究发展未来的具有大航程的第6代隐身战斗机。那么既然是战斗机，你航程再大你也赶不上战略轰炸机，何况搞出来以后部署在什么地方也是一个问题。因此美军虽然提出了很多的方案，最终能否实现不得而知。即使是逐渐实现了，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磨合，我们也必然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针对美军的这种发展战略和军事战略，拿出自己的应对手段。中国和美国在空中作战平台领域目前的竞争呢，可以说逐渐进入更深的层次。那么在未来的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双方虽有可能率先在该领域达到一个新的层次，它有可能对未来的局部战争或者是高技术战争呢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样的一个竞争目前胜负难料，但是我们有信心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提升我们保卫国家领海领空以及领路安全的能力。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其军方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来开发它新的武器装备系统，企图通过这些新的手段来打压中国。那么我们必须也要拿出自己的应对方案、应对手段，来打破它的霸权。那么中国和美国在空中作战平台这个领域的竞争今后会越来越激烈，而这样的竞争呢，可能会维持几十年。那么几十年之后呢，中国的军力完全有可能超过美国，那么它所有的这些打压中国的政策和策略最终都会归于失败。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